我接到一位女士的电话，她声音低沉，提醒我提防着我老公。你老公打算要你的命。我与老公陈木生从小玩在一起，家族联姻，感情一直不错。虽然最近我们的婚姻出了些状况，但他会想要我命吗？这通电话是恶作剧还是另有所图？我还没回过神，就听到脚步声正往房门这儿来。老公半夜不知道去了哪，他蹑手蹑脚地开门进来。我侧卧在床上装睡，但心里一直在反复想着那通电话。正想着，感觉他的气息喷在我脸上，他凑近了我的脸。陈木生半夜不睡觉，趴在床头看我还没醒，看来这药挺管用。他的呼吸声在我耳边，语气还是那么温柔，我却感觉像被毒蛇盯上了，浑身僵硬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我车祸出院后就没再吃药，陈木生给我下药是为什么？夜里辗转反侧，满脑子都是我出事前的幸福生活。我家境还行，从小弹钢琴，现在也算是国内有点名气的钢琴演奏家。老公的公司渐渐上了轨道，这几年收益不错。我正忙着筹备钢琴音乐会，和老公计划要个可爱的宝宝，但现在一切都毁了。3个月前的那场车祸，就在我满怀期待的准备音乐会的前夜。晚上我处理完工作回家的路上，一辆逆行超速的车撞上我的车，我当场就失去了意识。醒来后发现身体各处都有伤，那醉驾的司机也住院了。尽管我极力请律师争取，他也就判了3年，但我手受了重伤，从此再也弹不了钢琴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睁开眼，看到手上缠满纱布。对于一个演奏者来说，失去双手比失去生命还痛苦。那个混乱又可怕的夜晚，我永远失去了我的梦想。爸妈很心疼，放下了生意，老公也辞了工作，成天在医院照料我。他总是耐心地安慰我，每天不停地告诉我他有多爱我。我本应该感到幸福，可流产后，因为各种原因，我开始胖了，脸上还长痘，脾气也变得特别差，经常和陈木生吵架，我俩的关系紧张到了极点。最后，他为了让我冷静，劝我先把工作室的工作放一放，在家好好休息。但现在我什么都听不进去，我的世界一片漆黑，手机不停地响，好多老师同学听说了我的事情，他们向我表示慰问，但他们话语里的同情和遗憾，每一句话都像是往我伤口上撒盐。我强忍着疼痛，还得感谢他们惦记着我。之前安排的商演、课程、比赛全都取消了，连我一直在筹备的音乐会也泡汤了。场地负责人委婉地说定金不退。我恨那个毁了我的醉驾司机，他为什么要酒后开车？我心想，我为什么不去死呢？每个人都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，自己梦想破灭，我感到绝望。老公，我想喝街角那家的皮蛋瘦肉粥，你帮我买吧。等老公出去后，我拿起桌上削苹果的刀，手一点力气都没有，连刀都握不稳，我还是狠狠地往手腕扎了下去。虽然偏了，但血还是流了出来。我想自杀，如果我死了，或许就不会这么痛苦了。但母亲冲进病房的哭喊声提醒了我，如果我就这么离开，最痛苦的还是我的亲人。露哈，你这个不孝女，你哥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，你要是也走了，让我们2个老人怎么办？母亲扑在我身上痛哭，想到哥哥的离世，我也忍不住心痛。我抱着妈妈难过的哭起来。对不起，哥哥3年前死于车祸，他的离世给我爸妈带来沉重打击，甚至让我爸一度无法管理公司。闺蜜悄悄扶着我爸走进来，红着眼对我说，舒涵，你还有我们，你哥已经走了，你要是也抛下我们离开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看着爸妈斑白的两鬓，老公心疼的眼神，我放弃了自杀的念头。我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差，老公就算做的不合我心意，也没半句怨言。闺蜜娇娇来看我时，总会耐心地教育我不应该这么对待亲近的人。她依然教钢琴，还帮我照看工作室，我因此嫉妒她。我嫉妒她手指细长，还能继续追梦，优雅的弹琴。爸妈小心翼翼地照顾我，老公满脸疲惫地看着我。闺蜜娇娇受不了我的刻薄，伤心地哭了。要不是我哥走得早，她差点成我嫂子。我爸妈也心疼她，但不敢触动我的痛处。我不知道我怎么了，脾气就像洪水一样失控。我似乎只有每天伤害周围的人，才能证明他们还爱我。就这样自我折磨了近1个月。我提议让老公带我去我们度蜜月的海岛散心。我一直喜欢大海，3年前在海边，我答应了陈木生的求婚。我想再去海边，我想唤起我们曾经的浪漫回忆。我太颓废，脾气太差，无形中伤害了很多亲近的人。那场车祸毁了我，但这与我的家人无关，我怎能把怨气撒在他们身上？和陈木生看海时，我努力让自己放下怨恨，开始新生活，但这谈何容易？我依然每天都在痛苦中度过。直到今晚，我接到那个神秘电话，醒来后，陈木生在准备早餐，我拿出手机回拨，接电话的还是那个女人。你到底是谁？打电话想干什么？孟舒涵，你没察觉到你老公一直想杀你吗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稳定情绪。我和我老公很恩爱，你用不着挑拨我们感情。电话那头的女人笑道，你要不要出去看看你老公在做什么？说完他就挂了电话。我再拨过去已是关机，我嘴上骂着神经病，但还是忍不住想看看陈木生在做什么。我悄悄打开门缝，见他在给我冲牛奶，奶粉倒进杯子后，他又从兜里掏出一盒药丸，
我看着他把药倒进牛奶里，搅拌到药丸完全溶解，他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。我捂着嘴躲在屋里，浑身颤抖。陈木生在我的牛奶里下药，手法极其熟练。他开门时，我紧紧握着手机，浑身颤抖。老公端着牛奶走过来，问我是不是不舒服，解释说刚才接到个推销电话，非要缠着我买东西，就为这。老婆没必要生气，来，我们把牛奶喝了。我意外地看到他脸色阴沉下来，我太熟悉他的臭脸了。以前我们吵架，他一摆臭脸，我就吓得蹲墙角。舒涵，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？我连忙摇头说没有，就是胃口不好，刚才情绪失控。我感觉到他松了口气，然后说带我去海边散步，顺便吃早餐。心里一旦怀疑，看什么都可疑。海滩上忽然飞来的皮球，小孩从背后猛推我下海，我要回家，他们都想害我。陈木生紧紧拽着我说，老婆冷静点，他们只是小孩贪玩，不是针对你。但我分明看到他们看我的眼神，那些人眼里的恶意让我不安，好像谁都要害我似的。是陈木生提议去看海的，那晚我依旧辗转反侧，难以成眠。陈木生半夜又悄悄出门，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，但听到别墅外窗台边传来低声细语，怎么还不动手？先等等，他现在很警觉，你说过永远爱我的，我都有你的孩子了，放心，我会让他无声无息的消失，直接把他推下海，没人会看见的。那女人的声音很陌生，我老公出轨了，那女人还怀了他的孩子，他想偷偷杀我这个老婆。陈木生的公司还指望我爸投资，他不敢明着害我，但如果一切都伪装成意外，哪怕是伪装成合理的意外，我立刻报警，趁夜色逃出别墅。海岛的夜晚没有灯光，周围漆黑一片，格外恐怖。逃出来的路上，我感到迷茫无助，朝夕相处的丈夫要为了别的女人杀我，我还能信谁？我给爸妈打电话，却发现他们关机了。我爸睡眠不好，所以我赶紧打给闺蜜娇娇，电话响了半天他才接，好像刚睡醒。露哈，你玩得开心吗？不好意思，我音乐会刚完，累得动不了。听到音乐会3个字，我的心像被扎了一下，疼痛是如此顽固的病，就像夜里的恶魔，一有机会就啃食我的伤口。度假前，我在舞台上享受四面八方的掌声，场地定金却退不了。他在社交平台上成了耀眼的明星，我忍不住啜泣，娇娇，救救我！陈木生外面有女人了，他想杀我吗？电话那头的娇娇很震惊，舒涵，你现在怎么样？他打你了吗？没有，我很害怕，你别急，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我立刻报警，但海边信号不好，说着说着就断了。我躲进树林，抱着膝盖痛哭。陈木生一直对我很好，他从小就顺着我，我很依赖他，信任他。他真会为了一个女人毁了我吗？舒涵，跟我回去。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在我头上响起，我猛地回头，看到陈木生，吓得往后退，一脚踩空，差点摔倒，直接把他推下海，没人会看见的。我又想起那女人的话，如果我死在这，大家肯定以为是意外吧，但他伸手拉住了我，怎么这么不乖？多大的人了，还学人家离家出走？我冷笑，陈木生，别装了，那女人在哪？什么女人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奋力甩开他的手，别装了，我明明听到你们在外面商量怎么杀我。警笛声响起，警察来了，你们一个也别想跑。陈木生喉结滚动，眼神复杂，我害怕的往后缩，他恼羞成怒，想杀我，但他叫我舒涵，根本就没有女人，是我幻听了，我又没疯。可他的眼神更加复杂，好像有什么难以启齿的秘密，说不出口。让我震惊的是，除了每天给我们做早餐的2个女佣，再没别的女人。他们说女主人精神有点问题，我整天发脾气，男主人晚上都出去抽烟，根本没别的女人。他们说这里有另一个女人，我气得指他们，拼命想让警察相信我，但他们还是走了。警察临走前对视一眼，摇摇头，我害怕地揪住警察衣服。陈木生大喝，孟舒涵，你闹够了没？他厌恶地看着我，我安静下来，一个本子甩在我脸上，好好看看病历，再不吃药，送你去精神病院。陈木生咆哮，我呆呆捡起病历，上面说我确诊了抑郁症。怎么会？陈木生崩溃地跌坐在地上。舒涵，你流产后就变得神经兮兮，没发觉吗？谁也不想出车祸，但它就是发生了，我们有什么办法？肇事司机已经坐牢了，你每天折磨家人，我觉得你就像定时炸弹，说不定哪天就爆炸了。陈木生握拳，努力控制情绪，不信你看我手机。我不看。陈木生吸鼻子，抹泪痕。舒涵，再爱你的人也受不了你浑身是刺。他掏出裤兜的药瓶，是帕罗西汀，为了让你吃药，我只好偷偷放牛奶里。陈木生说那些药是治我的，那些让我情绪稳定的药都是医生开的，你的病历诊断都在这，不信可以去医院验。晚上窗外女人的话真是我幻觉，我想回家。好，我订明天船票。冷静后，他从后环抱我道歉，刚才我太激动，但我压力很大。我听后鼻酸，泪滚落。老公，别送我去精神病院，对不起，老婆，我错了。要知道我比谁都爱你，不嫌你长痘长胖，不在乎你受伤。我答应好好吃药，配合治疗，不乱猜。但昨晚窗边的声音，我真听错了。下午他们都忙，我趁机
机，我假装溜达到别墅外丛林，或许真没那女人，但谁说非得人才能出声？我找到一个东西，那是个很小的录音笔，藏在草丛，不细看发现不了。舒涵，木生急切的声音传来，我忙收起录音笔，假装散步。舒涵，喜欢吗？这些花开得多漂亮！他微颔额头，从后拿出一束野花，他低头一笑，宝贝似的。我接过花，确定录音笔不是陈木生放的，他若有意，何必让我听到？放录音笔的是谁？他想干什么？想提醒我，还是想刺激我精神更错乱？爸妈第二天打来好几个电话，问我出啥事了，是不是哪儿惹到我了？妈，我就是想告诉你们，我们下午就回去。闺蜜娇娇也打来电话，问我情况，我不知怎么答，就说是误会，现在都过去了。电话里娇娇松了口气，那就好，我还以为你们又吵架了呢。你得理解她，别老发脾气。爸妈做了一大桌菜欢迎我们，娇娇还给我准备了很多礼物，说要欢迎我回家。我妈拉着我的手，感动地说，娇娇，舒涵从小就爱跟你玩，我们差点成婆媳，以后你还得多照顾她。这话让我心里不是滋味，好像在说，看，这是个废人，但我不愿破坏氛围。我低头微笑，娇娇搂着我妈，干妈放心，小时候没您资助，我连高中都读不完，更别提学钢琴当老师了。她突然停下来看我，我愣了下，我发现她一提钢琴，全家人动作都停了，目光都落在我身上。我挤出笑，没事，娇娇，我也想了很多，生活还得继续，我不能总沉浸在伤痛里。说完，我妈长舒口气，泪眼婆娑地说，那就好，真担心你想不开。老公给我夹菜，轻抚我头，亲密的像热恋时。我低头道谢，却瞥见娇娇翻了白眼，我心里一沉。娇娇注意到我的眼神，友善的笑了笑，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幻觉。她说，你俩感情真好，我不知何时能走出阴影。这话刺痛了所有人。娇娇和我们一起长大，我哥很喜欢她，要不是那场车祸。爸妈吸了吸鼻子，转移话题。这顿饭还算和谐。夜里陈木生回公司，我在家等他，但那个陌生电话像阴魂不散的恶鬼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没空跟你玩，哈哈，你真傻，你以为你和你老公感情真那么好？什么意思？那场车祸你没怀疑过你老公？他暗示我车祸和陈木生有关。我收到2条短信，再拨回去，他又关机。我点开短信，手又颤抖起来。短信里是2张照片，一张是老头对陈木生点头哈腰，另一张那老头就是最嫁撞我进医院的司机。我仿佛陷入巨大漩涡，我想挣扎，却发现快被淹死，窒息感袭来，喘不过气，买凶杀人。我睡不着，陈木生半夜才回，好像站床边看我很久才上床。我想问他照片怎么回事，好在残存理智告诉我，这事不简单。我托公安朋友查陌生电话主人和撞我的司机身份，还高价请私家侦探。我正在整理手里的其他照片，这时我妈打电话来，提醒我今天回家吃饭。我问她今天啥日子，她听起来不太高兴。今天是你爸生日，娇娇一大早就来祝寿了。我一拍脑门，我赶紧跟妈道歉。她说爸这些年累了，想把家业分给我们后就退休，一直把娇娇当亲女儿，差点成我们家媳妇，所以你爸肯定也给她准备了一份。她小心翼翼地说，怕我不高兴。我想起李娇娇最近在社交平台上春风得意的样子，我轻轻说了声好。我性格骄纵，发脾气时不讲理，娇娇一直温柔可人，照顾我爸妈，他们喜欢她也正常。但我手头有私家侦探拍到的她和我丈夫陈木生的床照，想到小时候我帮她出头买学习用品的场景，笑着笑着就哭了。一个是我信任10几年的闺蜜，一个是我朝夕相处的丈夫，他们合伙捅我刀子，真难受。你今天脸色不好，出什么事了？在车上陈木生问我，我摇头，这段时间没好好陪爸妈，挺内疚。他紧握我的手，别怕，一切都会过去。爸不是想退休吗？把公司交给我们，你以后也能多陪陪他。尽孝。我向陈木生点头赞同，心里却凉了半截。我爸此前没提过退休，会把公司交给他。进门前，我突然想起件事，我让他先进去，说我有快递要退，先给快递打个电话。等我打完电话进去，蔡乙热气腾腾，不想扫爸生日的兴，但他已拿出许多文件，似乎要宣布大事。继承公司自然有份，但我前半生一直任性投身艺术，对生意一窍不通，给我也等于给陈木生。爸甚至给娇娇一张银行卡，说可怜他单亲家庭长大，所以留了笔钱给他，够他日后生活。我妈强忍悲痛说，以后看到好男孩就嫁了吧。娇娇强压笑容，下意识看陈木生。我低头冷笑，爸，我不同意。我爸一愣，为什么？我从包里掏出照片甩桌上，都是陈木生和季娇娇的不堪照片，甚至在家里卧室。陈木生恼羞成怒，拍桌瞪我，孟书涵，你竟敢偷拍我！我无畏对视，怎么还想打我？我怀疑陈木生有小三，但我流产后发胖，情绪失控，被他带去心理医生。此后家里人都不信我，觉得我无安全感才疑他出轨。陈木生故意在父母面前激怒我，让我恶言相向，激我动手，要没私家侦探的铁证。即便我说陈木生出轨家暴，也没人信。李娇娇脸色苍白，直挺挺跪向我，我真的没想破坏你们的婚姻，是陈木生逼我。我爸气得差点背过气去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李娇娇边哭边说，她被陈木生灌醉后强暴，还被拍照，被迫维持这关系。她跪
地求我原谅。舒涵，家丑不可外扬。关上门，我慢慢解释，不是他说的那样，明明是他勾引我。他抓着我说，舒涵，你现在手伤了，除了我谁还要你？我厌恶甩开他手。陈木生，这种时候还想骗我？车祸是你安排的吧？我没有。陈木生咆哮。我拿出手机，点开2张照片，你能解释下为啥给撞我的司机钱吗？我爸妈气愤地把碗筷砸他身上，你个忘恩负义的，车祸真不是我干的。爸，陈木生像狗一样趴我爸腿边求原谅，指天发誓车祸与他无关，求我爸别撤资。没想到我挑的好女婿这样害我女儿。娇娇，你先起来，这是主要错不在你。李娇娇刚起，却见我从包里拿出录音笔。我和陈木生海边度假时，听到窗外声音，你知道我精神脆弱，故意吓我崩溃吗？录音对话再次响起，令人胆寒。他低头不语，随后委屈地说，舒涵，你怎么证明这是我的？录音里的声音又不是我的。李娇娇，我们都知道你会配音，模仿几个声音不难吧？我告诉他们，查到骚扰我的号码主人是李娟，她是季娇娇亲妈。妈，我们被这2只白眼狼骗了，我们对他们那么好，没想到他们背后想害死我。李娇娇愤怒地看我，像要喷火一样扑向我，却被陈木生挡住。季娇娇，你这贱女人，为啥害舒涵？陈木生想证明车祸与他无关，你觉得你自己干净吗？够了，车祸的事等警察来说吧。陈木生无辜地看我，舒涵，车祸是意外，司机认罪了，他喝醉了，你们谁也跑不掉，3年前也一样。这话一出，陈木生和李娇娇破防坐地。你怎么知道？不可能，你不可能知道。我拿出资料，肇事司机赵光标有案底，3年前醉驾撞死一男子，那男子是我哥，这么明显了，你们还觉得是意外？你们还觉得是意外？我妈听到这消息晕厥，满脸泪痕质问，你们怎忍心做这种事？李娇娇不再装，起身对我们说，你们真对我好，不过施舍。有人问起，你们自豪地说啃你们丢的骨头，然后冲我们摇尾巴，没我们资助，你大学都上不了，你凭啥以为能和我们平等对话？我最恨你，你什么都比我好，你永远是焦点，我像丫鬟一样衬托你，所以你找人撞我。李娇娇癫狂，气头上，对，就是我，怎样？我很开心，不怕我报警。你进门前那电话有证据吗？你这些东西能证明啥？肇事司机口供呢？这段时间我探过监，赵光标认罪了，不会翻供。李娇娇自信地看我，你说的这些能说明啥？肇事司机咋说？我告诉他们，我见了赵光标，他认罪了，不可能翻供。李娇娇自信地看我，好像他能赢似的，就因为他是你亲爹。李娇娇脸色一变，你咋知道？我咬牙说，他翻供了，等着坐牢吧。我家客厅有监控，他们的对话全录了，都录下了。李娇娇突然抄起水果刀冲我来，就算死也要我赔。危急时刻，我妈扑上去，病房外，我趴在爸肩上哭，医生说刀差点扎进心脏，都怪我，要不是我激怒李娇娇，她不会伤我妈，我妈要有个万一，我真不知咋活。好在医生说手术成功，我妈休养就好。后来警察来了，把陈木生和李娇娇抓了。陈木生长期给我下毒，他裤兜的药不是精神药，是激素毒药，让我发胖长痘，情绪失控，是陈树生投毒，家和别墅监控都拍到他下药喂我喝，他再否认也没用，证据确凿。牢里的司机翻供说陈木生和李娇娇花钱雇他制造车祸，我哥3年前的案子要重审，我手机里陈木生给赵光标钱的照片也是证据。他们这对狗男女在审讯下为防我哥破坏夺我家产，就制造车祸害我哥。陈木生坚称无关，但赵光标指认他和李娇娇杀人。赵光标留了他和那对狗男女谈车祸和价钱的录音，成关键证据。我公开季娇娇插足婚姻，买凶杀人，害我哥也想害我，他不稀罕我家帮助，我就让他没饭吃。我起诉，以股东身份收购公司。年后我接替我爸，成了接班人。我爸带我妈四处旅行，他们说失去过才懂珍惜，趁年轻要多走走，留美好回忆。后我去监狱看过李娇娇，她穿囚服，紧擦电话线。我知道是你，我懂她意思，只说好好改造就走了。李娇娇没说错，车祸是我策划的。知道他们害死我哥后，我决定让他们受惩罚。赵光标只认钱，否则不会抛妻弃女。他坐牢3年出来，李娇娇没养他，还想杀他。赵光标怒了，竟打电话给我，我知道你哥是被害死的。赵光标要钱，不肯作证，我给他10万。他说李娇娇想撞死我，让我家无后，他女儿就能夺走一切。我发现陈木生下激素，他利用我流产后脆弱，言语打击我，让我觉得自己很糟。你现在又胖，痘又多，没以前好看了。舒涵，想过为啥孩子没保住吗？能不能多顾家？那会儿我以为是自己的错，开始讨好陈木生，不敢惹他生气，怕他抛弃我。直到我发现他下药，家里不信我，陈木生威胁我，离开他就要捅死我，和我爸妈同归于尽。我不敢动，直到我想重现车祸，让陈木生和季娇娇怀疑，逼他们露马脚。那陌生电话是我让季娇娇妈办的电话卡，请人给我打电话，发陈木生和赵光标的照片。当然了，那组照片是陈木生办公室监控拍的，要不是赵光标威胁，我早让陈木生和李娇娇按计划走了。我失了梦想，却护了家，新征程开始了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我和我家人。